赖清德说对了毒油问题，他说没有妥协空间，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那就责是谁的责？也不是只有厂商的责，厂商当然要就责了。官员呢？那国民党团就说了事先把关不严，事后在那边震怒有什么用啊？应该事先把关嘛。你否则光发脾气，都吃到肚子，你发脾气有什么用？吐出来吃了多久了？赖清德第一次发声，该就责就就责，所以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问说：“那谁要下台负责？你总要找几个人出来负责吧？”那另外呢，蒋万安刚刚不是讲发文吗？说中央该这样，不要盖牌。沈伯洋说是责任转移，我就不懂沈伯洋到底干什么。所以我一直讲说高嘉瑜应该去选台北市长的，而不是沈伯洋。那讲这什么话呢？油这个管理本来就是中央的权责啊。那而且你沈伯洋还是立法委员，你不知道这中央的权责啊？你说你是一般升斗小民就算了，你是立法委员，你当然知道油是谁管的嘛，对不对？地方是执行单位啊，对不对？你现在害地方，什么地方的学校啊，什么搞，这已经烦死了，这边查这个查那个，是中央权责，这怎么叫责任转移呢？我就不懂，这什么叫责任转移？是他自己要责任转移。你谁在责任转移？所以蒋万安说中央不应该盖牌嘛，所以呢，这个说被围剿了，那到底谁是总统？谁在管？意思说蒋万安是总统吗？蒋万安是不是总统啊？那是不是他的权责？他怎么办？那是卫福部食药署他们的权责啊。我们看一下，政策执行上是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第一，该停产就要停产，因为中联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并且静候调查。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该预防性下架就要预防性下架。这包括第二层的油品公司，其中如果用问题油制成油的原型，也就是调和油，或是使用问题油20% 以上再制成2级的产品，也要全部预防性下架。问题有20%以上就要下。我觉得赖清德总统是医生出身所以他当然非常了解，就是食安的问题对民众来讲是非常关键，所以没有妥协的空间，也说了重话。那我觉得这个事件发生到现在，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包括刚刚讲的南桥，其实4月下旬就已经发现有问题，然后5月的时候呢，通报中联油脂，那中联油脂直到6月底才通报主管机关，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耽误了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油脂1400公吨已经几乎全部都被吃下肚了，甚至已经做成了加工品了。所以这中间包括南桥要不要通报主管机关，中联油脂为什么拖到这么晚，我觉得都要再去追查。第二个就是第一时间食药署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再制品我们就不公布了等等，好像认为说这件事情大家吃下肚了，或者是它的量非常的少就没有关系。可是问题是对民众来讲，没有事情是可以去容忍或者是轻忽的，尤其是你这些产品，民众想要知道是哪些产品用了这些油，有多少产品受影响。那这些对民众来讲都是有知的权利，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因为说影响层面很大，或者是影响很轻微，然后我就可以不公布。我觉得这民众是完全无法接受。所以到现在公布的这个257家业者，明天要选择公布，但是对民众来讲确实是有点太晚。更何况大家最在意的就是食安在校园里面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刚刚这个团膳业者也出来讲，在学校里面，包括台北市就将近42所，新北市50所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你想想看，他们所吃的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这么小的身形，如果吃到这些东西，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所以食安的影响是无所不在。今天如果南桥没有复验这些食用油、中联油脂，他自己验说合格的东西，不断的被转制，这是第一次吗？还是还有其他记录？这个大家从何而知？所以我觉得主管机关对于原料的上游的，不管是从成品到这个上游的食材等等这些问题，是要再重新去检验一遍这些流程到底哪里有疏忽，让我们主管机关完全没有把关，而有这样的漏洞。甚至中联油脂自己送验说合格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一个第三方的验证机构是公正的，是主管机关接受的，甚至由主管机关来验等等的这些问题，才能够去避免
点让大家担心说，2014年的这种地沟油事件会不会又再一次的重演？那刚刚讲啊，我们的食安问题，其实大家现在很关心，包括我以前在当议员的时候，推动就是台北市禁用美奈皿餐具。大家知道美奈皿所溶出的塑化剂，可能我们天天常吃路边摊的小吃都常吃得到，可能比这次这个油品对身体的伤害更大。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或者是中央应该要更积极的在我们的平常的小吃跟饮食中去推动，尽量避免用这种塑胶制品去喝热汤或吃热食。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外带的时候，商家都常会用塑胶袋去装这些热汤。当然，因为成本的考量或很多的因素，但其实这些所溶出来的塑化剂对人体的伤害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意这些油品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去关注到我们生活中平常饮食就会吃到的这些塑胶的不管是塑胶微粒或塑化剂所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而主管机关也应该要站在民众的角度去宣导、去预防，甚至去禁止，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去防止大家在生活中去接触到这些有毒的物质。艾叔，这苯扁比不只是致癌，我还去查了一下，如果长期使用的话，第一个它会造成全身慢性发炎，会变胖，那它也会消耗细胞的抗氧化物质，会变老。然后呢，造成神经细胞的伤害，会变笨，那还会使 DNA 突变传给下一代变畸形。所以如果爸爸妈妈看到说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长期如果使用到有苯扁比的油的时候，然后又看到有这些副作用的时候，怕不怕？非常非常怕。那我看到我们的赖总统到今天开始突然开始震怒了，说该停产该停产，该下架该下架。那前几天在干嘛？这个已经延烧将近1周了。有一个场景，7月3号那一天，大家都已经很担心说，你食药署到底要不要公布的时候，赖总统在哪里？赖总统在宠物展啊，独有百姓心慌慌的时候，总统示范吃狗粮啊，就是说大家觉得说我油该不该吃的时候，总统告诉你，狗粮可以吃，狗粮很好吃。那如果那些妈妈、那些爸爸看到的时候，心里作何感想？我要知道我吃的油能不能吃，哪些油不能吃的时候，总统告诉你的是说，我吃的狗粮很好吃。这个反差让大家真的会觉得很难接受。那如果说这个是责无旁贷的事情的话，在第一天食药署的署长在记者会上盖牌的时候，赖总统就应该震怒啊，至少要像2014年那时候地沟油毒油的时候，那时候说，你部长要请辞下台，然后你的院长要道歉，那至少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嘛。那到现在才开始说要查。那我在看到刚刚讲到的像沈伯洋，其实有一句成语原本叫做身不由己啊，我自己把它改成沈不由己啊。那个沈是沈伯洋的沈啊，油是那个这次的油脂的油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不关自己的事情啊。说蒋万安你要负责，你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的立委，你是要监督的是中央部会，也就是卫福部，也就是食药署，你要去督促他们把这个所有的油品的下游厂商应该公布出来，然后他反过来去说，蒋万安你怎么没有魄力啊？你应该去做啊，你应该去处理。你上游不公布，你下游要怎么公布？最后还是包括双北还有台中自己去把这一些有受影响到的学校公布出来。现在还好是暑假期间有一些营养午餐，现在正好学童不在的时候，你还可以临时替换。如果你继续盖牌下去，现在如果是在学期期间的时候，你要如何去临时去替换到营养午餐，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能再盖牌。那前副市长到底是谁的权责？从他的那个中联邮储那个绝对是中央的，这没有话讲啦。那你一层一层下来呢？地方政府能不能有所作为？现在台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云林县政府已经告诉大家说可以有所作为，只是说可以有所作为的同时，因为它毕竟很多还是受制于中央，不管是中央下放的规定，或者中央它的整个公布的名单，你地方政府你才有迹可循，有见可查嘛，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当然蒋万安作为一个台北市长，他会一直出来呼吁中央主管机关，你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啊，你不要盖牌啊。蒋万安为什么讲这些事情特别铿锵有力，也比较有公信力？因为蒋万安过去在做立委的时候，他就一直长期在卫环委员会。所以他对于这个整个卫福部的这个相关程序，他是很了解的。那相较于台北市、台中市、云林县等等的这些地方政府的火速反应跟积极性呢，你在反衬于中央的管理，你就发现说，
卫福部真的非常严重的管理危机。我觉得石崇良哦，他作为一个部长哦，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还会谈到说他的次长、他的副部长林静怡他管不到，结果呢，他连他的食药署都管不好，这个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管理危机。你一个部长，你怎么可以像一个路人甲来说，第一时间不去公布这个使用有问题致癌物的油品的这个中下游厂商的名单？那你只能说，我觉得怪怪的。你好像忘记你是部长，第一个部长跟署长的关系是，当署长要去开记者会的时候，按照整个行政的流程跟伦理，这就好比说，我们以前在市政府的时候，我做局长，我底下的机关他们要开记者会，要去宣布重要事情，他第一时间他一定要通报上级嘛，一定要告诉你的办公室说，等一下我要开一个记者会，我有做1、2、3、4点的主张嘛。那你部长觉得怪怪的，你那个时候就要去制止啊。甚至你觉得重视的，你部长本人应该要去跟食药署的这个江志良署长一起开这个记者会呀。然后食药署为什么这次引发众怒到这个赖清德需要用震怒想办法来平息怒火？因为第一时间食药署说什么？说因为这些下游厂商使用那个有致癌物的油，他们也是无辜的。竟然我们食药署的第一时间讲的是这种理由，那我们当时消费者听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快傻眼了？我们岂不是更无辜？对不对？其实今天大家并没有想要猎污，并没有想要把那些不知情的使用的那个原料的这些厂商全部打到死，不是嘛？你这些厂商都是有头有脸的很好的厂商，你第一时间消费者知道那个时期的部分，你就赶快让大家来退货，你就赶快让大家销毁，然后呢，你新一批的什么时候制作的，你公告一个日期，说我没有在采用这一批有问题的原料什么，这样子大家的整个社会才能够有所平息。你不下降，你越不公布，你越盖牌，大家心里就越不安。我们讲到现在，还好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因为到现在食药署说要公布名单，还没公布哦。基本上你看这个事情就可以发觉，就我们现在这个政府中央体制，部长不像部长，署长不像署长。现在这个毒油有多少？超过1300公吨。大家可能听到数字就糊涂了。1公吨是1000公斤，所以1300公吨是130万公斤。那我把它除一下，台湾2300人，平均这段时间它油都没了嘛，吃了多少呢？吃了56公克这个油，平均哦。那有的人可能像 baby 可能不会吃嘛，所以你自己看看，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吃了将近100公克。100公克，1公斤是1000公克，大概吃了1/10公斤这个有毒的油，你自己想想看，对身体这个长期来讲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这个损害一点，那个损害一点，就是对身体就是损害嘛。你将来政府要花多少健保费，多少的这个医疗的设施来挽救因为这个问题造成的损伤？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避孕有很多种方式嘛那一种叫做事后避孕药所以呢，这个卫福部是要纳管，所以被认为开倒车，包括妇女团体还有一些立委都认为，说你们有没有听到女性的声音呢？有没有听到比较弱势的人的权益有没有受到保障呢？事后避孕药就是说事先没有采防范了然后事后呢，这个想要不怀孕那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又开始讲话了，他说吃什么事后避孕药？男人要这个没有准备保险套，不要跟他上床。男人准备保险套就不会怀孕了，不会怀孕就不需要吃事后的这个避孕药了事后的这个避孕药那结果呢，这个他被人家批评，你讲些什么？对，那万一你说教有什么用呢？万一就是事先没有做防护，然后事后一时可能激动一时或是甚至被强暴等等各种，那事后他想吃个药把他这个不要怀孕了，对不对？你要讲说讲这么一大堆干嘛？那林静怡说我的原意
是说担心避孕药的用药安全，就是事后避孕药的用药安全了哈。那到底会怎样哈？那么这个食药署说，现在呢想要医生跟药师双轨来讨论这个政策，年底最快就能够拍板了哈。那很多这个妇女团体就很生气，就是说全世界90几个国家都把它当成指示用药，甚至很多在那个超市、药房都可以买得到，根本不需要医生处方。是指示用药，就是说更不需要医生处方的。你现在还要管制它，你在搞什么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提案上线3天内已经达将近1万人联署，要求事后避孕药改为可直接在药局购得的非处方药师指示药。这声怒吼，卫福部似乎有听到。这是一个预告，那么在持续的收集大家的声音。那么未来呢，没有再完成相关的配套，去确保这个民众用药权益、及时可得性，还有用药安全这些目标配套没有完整之前，这个不会上路。紧急澄清，就怕越烧越大。只是怎么改，目前有2大建议，一个是直接将事后避孕药改为指示药，另一个是拟采日本模式，得是本人亲自前往有资格的指定药局购买，例如得配合当场服用，不能带走或转交，而药师可做卫教协助转诊。除了兼顾这个民众的这个用药的需要，也确保这个用药的安全性，所以这个2者上呢，那么都是以民众最大的利益来考量。有一个方向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是我想这个还是要回到原则上面，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有90几个国家都已经是放宽管制了。我说他们管太多，是因为他们讲的要视讯，然后还要怎么样回诊啊之类等等的。我觉得有那么严重吗？那其他90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关心女性的健康了吗？只是石崇良要灭火的，恐怕还有自家次长林静怡谈及事后避孕药议题的说法遭质疑失言。已经管到超过这个政务官的权限了。他每次失言都很夸张，但是也没有人指正他。然后他在那个赖政府里面还是如鱼得水啊，所以我相信以后的失言应该还是会一直发生。林次长过往呢，他就是比较心直口快的哈，我相信他希望强调的是事前避孕的重要性。卫福部说年底前会完成评估事后避孕药到底要改指示药或走双轨制，但同一时间食部长也在兼顾双战场。好，如果说这个有妇女要吃这个事后避孕药，一定是没有办法了她否则干嘛吃这个东西呢？因为事先可能没有做好防护了，或者事后后悔啦、担心啦等等那我去查，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后避孕药副作用很大，对女性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是一回事。我去查，我也问了过别人，好像他就是说常见的副作用是恶心、呕吐、头晕、疲倦、乳房胀痛跟腹痛，因为还有高剂量荷尔蒙。所以可能导致女性的月经周期提前或延后5到7天，那如果服药2小时就呕吐了，是不是药会吐掉了？要问医生是不是要补服以免这个药效失去。就看起来好像不是会造成妇女多大的这个伤害了那跟怀孕比起来，跟她不想怀孕比起来或是反正各种这个怀孕的这个风险比起来，好像看起来也还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管制来永平，到底怎么回事？我对林静怡不晓得怎么回事，我刚刚还在请教高嘉瑜，高嘉瑜可能等等会请教他。就是说，我觉得林静怡她自己是一个妇产科医师，其实女性妇产科医师对于女性这种为什么必须要服用事后避孕药这件事情，她应该是首当其冲最了解的嘛，对不对？尤其是女性的妇产科医师，很多女性遇到麻烦了，哭哭啼啼去找的一定是女医师居多嘛。那她也知道，就说有些人她因为没有做好防护，然后她不预期的怀孕，那她实在是各种生活状况各方面，她没有办法要这个小孩，所以她因此要去做这个堕胎手术或干嘛，那个对女性身体的影响有多大？你对于妇产科医师，你要懂得总是比我们这些人多嘛。那我们这些人都了解的事情，然后你竟然出来说来要严加管制，而且呢这件事情他又这个林静怡每一次快人快语他就都是用一些让你觉得很说风凉话的一种方式。他去骂说，他说你们这些女人啊，男人没有戴保险套，你就不可以跟他上床啊。那有些女人她就是没办法譬如说
她跟她的这个男友或者是怎么样关系的情况，那有些男人比较粗暴啊，他对抗不了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形啊，每个状况不一样，你毫无同理心，然后你由这种事情反过来去指责别人，去干预别人的一些行事的选择，你这是不是也太过捞过界了一点呢？那当然，这一次林静怡的这种失言风波副团甚至我觉得一些绿营的支持者对他在这件事情上也不会很宽容也会采取比较批评的立场。可是说来说去我们都觉得说石崇良，难怪他有一个本来要去站台的行程，赶快都躲着不敢去了。他怎么敢去呢？我就说他的食药署他管不动觉得怪怪的，也没办法主张。然后呢，他自己的副部长每天在那边放炮、大嘴巴讲话，他也不好好的管一管。那石崇良管不到，你民进党没有人能管吗？林静怡是选举过的耶，民进党没有一个政治的力量可以压制他，不要让他再讲这种很伤害人的话了吗？好吧，石崇良原来到新竹市去助选，讲民进党政策，把它取消了哈。来，教育怎么看？林静怡她事后也有说，她是要宣导这个安全性行为，还有用药安全那当然，她的说话的方式，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太过刺耳如果能够婉转一点，可能对于宣导会比较有帮助。那这件事情，其实在预告的期间，就已经有很多民进党的女性立委都出来开记者会，并且紧急的在处理跟因应所以到现在，其实这个卫福部也已经针对这件事情，不仅是要暂缓，而且说一定会有配套，包括如何兼顾大家用药的权利，还有紧急用药，包括医师的处方或者是药师的指示都能够兼顾的情况之下，不会贸然的实施。那当然，这些事后避孕药大家比较熟知的是 RU486 等等。那这一次所公告的3种，这个2种是一个影响女性荷尔蒙的黄体素的用药，一种呢是搭配 RU486 的胃药所以其实主要的不是针对这个大家常用的这些事后避孕药，但确实对很多的女性来讲，一听到这个，当然会觉得权益受损，而且确实很多事情对女性来讲，这个东西是身体的自主权，并不是可以任意的，大家可以去随便去干涉的啦所以我觉得这过程中社会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你要走回头路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不仅是这件事情，包括动物用药也是前阵子其实动物用药突然变成说要经过药师的处方等等等才能够去取得，那也造成很多的这些爱护动物的这些人士也认为说，宠物用药的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用药取得有困难，对于这些饲主来讲，又会增加很多的负担跟困扰后来也是紧急在转弯，所以我觉得一直有这样子的例子，都会让人家觉得说，卫福部在推出很多的新的法案或者是新的这些预告要实施的措施之前，都没有好好去跟这些相关的饲主或者是会影响的这些人去沟通，那贸然的推出引起了这些争议，再来紧急的灭火甚至转弯，我觉得给大家的感觉都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做法有点太过粗糙，而且会引发更多的争议跟对政府的一个不信任。好吧，杨慧如就说了，石崇良应该下台，现在再回来。卢秀燕最近很关心包括无人机包括很多这种中央的国家的大事，不只是台中的市政那因为江启臣要接棒嘛，要选台中市长，所以呢，这个他们就举办了小组长还有训练会议、干部座谈会了。那这个郑立文也去了那卢秀燕特别跟江启臣同框，而且讲说，8年以前选市长是秀燕江启臣，今年是秀燕焦启臣，什么意思？他就讲焦启臣好像江启臣，那你不说卸任还江什么启臣呢？那干嘛呢？2028要选总统吗？所以呢，2028所以秀燕江启臣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大家认为卢秀燕在这做准表态那卢秀燕说秀燕江启臣，但是呢有6才有8，就2026能够选赢才有2028嘛。如果2026这次9回选都选输了，
2028机会就会小很多嘛哈。那因为他曾经9连胜过选立委、选市长等等哈，所以他谈辅选说以前那么多人帮我，所以我现在要回报别人哦。那另外呢，以前江启也帮他辅选了啊。那另外呢，郑丽文也合体啊，郑丽文合体卢秀燕说她是我们的太阳共同的妈妈，因为卢秀燕被叫成卢妈妈嘛啊。说呢，这个到底郑丽文跟卢秀燕有没有心结？郑丽文说是有人见不得国民党好，说国民党太阳多是好事啊啊。那另外呢，这个凤山王金平帮柯志恩造势，有3000人，说是不是打造韩流2.0？柯志恩说韩流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因为每一次的选举，每一个人选都有不同的选法嘛，我很难去复制别人。我们看一下，秀燕将启程，秀燕将启程，谢谢大家，成功，2026胜利，2028重返执政。把8年前的竞选口号"秀燕将启程"再次拿出来，但这回卢秀燕喊出交启程后，配上2028重返执政，这挑战总统大位之意是否不言而喻？20有2026胜利，2028才能重返执政，有6才有8，国民党一路发。卢秀燕展现大母鸡气势，带着整支队伍游台南，更带整场台南巡礼的节奏。如今上午才在台中喊出秀燕将启程，2026胜利，2028要重返执政的她，努力发挥外溢效应，被不少人点名是最强母鸡。有正义的人，伊逐摆拢去台中甲我做选，我唔才会当选。人讲卢秀燕真够选举吼，选到变拢当选。我即摆是爱回报别人。爱回报别人哈，因为我是大家帮忙，我才会当连选连任。因为我做政治，就是希望台湾会当好，台湾会当进步，台湾会当有上好的领导人。好，这个那我提下啊，从最近这一阵子，你可以看到，台湾一直强调，台湾最骄傲的就是台湾的民主。什么叫民主？依法行政呢？立法部门通过的3读通过的法案依法行政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再怎么样的强悍，还是乖乖的这个立法部门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啊。我记得我们去跟韩国瑜去美国的时候，参议员跟我们见面，后来最后是民主党7位，本来共和党好几位啊。那共和党就是因为他们跑票，川普找他们去开会同一个时间，所以共和党都没有。对，都没有到，就是立法部门通过3读通过案子，你就没有条件的，你要实施。结果我们不是啊，赖总统带领之下，还让这个卓荣泰行政院长还搞一个不联署，这到底是反民主啊！所以我们这一次来讲的话，蓝白其实我们都很下定决心说，一定要2028一定要正常的问题，因为选其他的。当然，这个卢秀燕讲的是对的，2026一定要选好，才有2028。可是大家都了解，2028一定要赢回行政权，没有行政权，其他人给啦。你可以看嘛，你看他这个是国会手术，他不理你啊，还把你跳过去啊。你案子，你的案子我不喜欢，我就不联署，不附属，就没有公告，没有公告就不生效。所以通过的，比如说。现在你刚刚提到的军人要军校的这些，给军人加薪3万块这么多，是多么的重要啊！结果呢，你就不要，你就给他说我不附属，太多案子要不附属，只要他不附属，立法院就等于废掉了一样。我在立法院这么多年，我觉得这届最挫折的，就感觉说，我去做啥？你通过了案子，你3读通过案子，陈水扁时代。的时候，那种的朝野之间的国会的席次差更多。陈水都是什么？他都从头到尾就是依法行政，立法院通过什么他就做。他有很多案子，他也不舒服，他也不喜欢，他就做。赖清德不是他就是看了什么，我就想到说，他现在就是过去在台南市长的时候230几天不进市政府的翻版，我不喜欢了，我就不要，我就跟你对干。所以这个2028太重要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郑丽文讲的是对的，就是这个国民党人才非常多，太阳非常多。大家现在看到想到说卢秀燕，
蒋万安很多人点名了，韩国也很多人点名了啊，包括郑丽文也有人在点名了。所以整个来讲，我觉得大家就一条路，一定要团结，一定要赢2026之后，才能够乘胜追击，赢2028，2028赢才是真的能够来改变中华民国的民主的过程。否则现在什么是民主嘛？现在完全是这个叫做民选的皇帝一样啊。现在就是他3不嘛，不附属、不公布或不公告、不执行，就这3嘛。来，志伦兄，我觉得宝哥刚刚讲的非常有道理哦。其实这是在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在立法院哦，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说现在我们政府刚刚讲的，不管是食安啊、过去淹水等等问题哦，可是大家没有发现赖清德总统执政完，他的部会首长一个都没有换。这是我一直觉得很好奇的地方。明明有些时候做的这么烂，我们批评也那么多，他们就在那个位置上做好做满。这是让我们有时候立法委员在监督，不管是我们发现这么多的问题，他们都不会道歉，也不下台哦。那我们讲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卢秀燕市长，大家都熟悉，她是我们最熟悉的妈妈市长。她其实最近真的。他在台中市的已经做得非常好。那目前最近就是要交棒给江启臣我们的候选人，我们的副院长。那可以看到卢妈妈最近不管在城市交流啊，或者是国际一些的议题，或是跟 AIT 举办无人机的论坛等等的部分，都展现出来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可能对2028做准备哦。不过现在着眼的我们还是以2026。我们的市政，因为毕竟我们在台湾现在很多县市都是国民党执政，很多县市也面临到要交棒的一个作业，如何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市长候选人可以交棒顺利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管看到我们现在，尤其最重要的我们新北李四川市长候选人，其实他目前哦，就我每次只要他有在中和有行程哦，我们每一场都跟，每一场都陪，我几乎没有一场没有到场的。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新北市其实我们民众还是希望的，大家是市政优先，因为新北市非常大，有400多万人，所以民众最在意的是交通停车都跟社宅育儿等等的所有民生议题相关重要的议题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民进党。人家说传统说民进党会选举，国民党会做事，所以在新北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李四川市长现在已经慢慢形塑成为一个做事的人啊，所以我们还希望说，还是像刚刚大家一直讲的，这个我们唯有赢了2026地方选举，我们2028才有机会重返执政。休息一下再回来。苏巧慧、李四川现在竞选新北市长哦，选情很激烈啊。苏巧慧有一个里长了，这是要选第8届了，他就说哦，他叫猪八戒了。那当然舆论就说，你说市长候选人干嘛讲人家猪八戒呢？哈，他说我跟对方是老朋友了，哦，所以李四川说有他爸爸的风范跟幽默，哦，有点笑他了哈。那什么意思呢？后来苏巧慧自己解释了，第8改台语嘛，猪八叫第8改。然后呢，第8届得被改，所以得被改跟第8改其实还不太一样，差真多啊！好吧，反正第8改跟得被改差够多哦。而且如果你里长姓朱嘛，开个玩笑，里长不姓朱哈，好吧？这个说政见政绩，很多人说苏巧慧跟沈伯洋很像。那苏巧慧说我的政见来自倾听我的基层哦，跟沈伯洋不一样啊。那另外呢，那李世安就是说。苏巧慧不认同双北共治，认为你是你的，我是我，干嘛要共治呢？啊，所以李川说他跟沈伯洋一样不了解哦，因为就新北、台北其实是个大共同生活圈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偏乡居民抱怨路太烂，李世川说我的专长是提高公所的预算，给大家雄用的路哦，最勇的路哦，把这个公所的预算给他提高哈。那另外呢，苏巧慧自夸我还没有上任就已经实现我的政见了。那脸书就有人酸他哦，这一家解法就是呢，绿营在野，让绿营在野就好了哦。那网络有不同的支持者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被网军攻击说原始马忘记山，苏巧慧说我们反串也太低估选民的智慧，我们还有反串的，我们没有去反串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苏巧慧联合报专访他说他要整合新北的派系，全力
拼翻转啊，要做新北的队长。那另外呢，三鶯线出包成为选任的焦点，所以苏巧慧跟李四川也隔空互杠哈。苏巧慧说，三鶯线在试营运这段时间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李四川说，两个这个市都必须要共同来治理，能够两个市共同治理才能够共荣。我们看一下。哦，安尼还未做市长，一定4条实现呐，安尼是不是会当给我拍破一下很好？蓝营市议员吕家凯批评平常没处理选举来收割，更问苏巧慧是不是吃到沈伯洋口水？因为沈伯洋过去曾自豪还没当选就有政绩了。我想他跟沈伯洋都一样哦，这个提了这个政见，在新北侯市长已经在做，那在台北蒋市长也在做。每次在我提出政见后，其实国民党都不断的抨击，这几项都已经得到大家的支持，那也已经要实施了。所以我想这就是好的政见，大家提出之后，我们就互相讨论。但不止被说沈伯洋话，蓝营似乎也贴苏贞昌话的标签。面对苏巧慧说连任7届的里长，下届是猪8届。我的对手在谈政见跟政绩，真的跟沈伯洋一样，他对里长看起来有我们支院长他爸爸的风范跟幽默。李四川话说的有点酸，只是这位7届里长，先前苏巧慧说是党籍里长，但里长本人说他过去是国民党籍。我们有周建和里长的这个入党的资料，这段时间其实有大量的网军攻击我，并且散布不实言论，但是我想对手有没有网军，这只能由对手自己来解释。面对4面8方攻击，苏巧慧强调会乐观迎战。李四川川博还是比较厚道一点，他说有他爸爸苏贞昌的风范，大家一联想到2026年女儿选市长，2018年也是爸爸在选市长的时候，在新北市那时候应该是瑞芳的一个里长嘛，那时候因为反对深澳电厂，然后半路想陈情，就是给他资料，然后苏贞昌不是就拿来，然后就拍他肚子这样子，就这样，那就后来那个里长当然也很不高兴嘛，然后说苏贞昌说还有道歉，结果也没有。也是隔空道歉，从来也没有打给那个里长过，那个里长就很不高兴。结果8年之后，就女儿就调侃这个国民党的这位里长说，这个你是猪8届，然后还说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其实那个里长是也看起来是蛮温厚、蛮敦厚的一个人，他就是不以为意，但是他就说，但我也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苏巧慧在打整个选战的策略，到现在一步一步，人家讲说。沈伯洋化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有一点点跟他原本的选战规划，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出入。因为照理来说，他在新北市他担任立委，他应该对市政来讲说会有一些娴熟，会有一些攻防监督的地方。可是呢，慢慢，他跟着沈伯洋化是叫什么？就是说开始打一些所谓的空战议题，两个人绑在一起。沈伯洋是的确有话题，不管人家怎么笑他，或是觉得你讲话很空洞，但是。当他的声量够大，然后苏巧慧跟他绑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会忘记了，苏巧慧你有什么表現？那只觉得你都是跟沈伯洋在一起，但是又让你原本然后在地化的那个专业表现不见了。甚至我听过有一次叶元之讲说，苏巧慧他的政绩，其实他很多时候是用割到尾的方式，为什么呢？中央部会有很多。他的线人，然后当然在地方建设，中央跟地方要配合，开始要做的时候会通知他，然后他就会在准备要实现之前去开一个协调会，去开一个或者是现场一个场刊一个会刊这样子，然后出来就会说这个我的政见大家实现了。他们说苏巧慧的确会有这样子割到尾，这是在新北市立委的观察。嘉宇。苏巧慧其实我觉得走出个人的形象跟招牌，延续冲冲冲他的这个口号，真会冲苏巧慧的会，然后冲，所以我觉得他在新北可以民调一直往上，甚至这个跟李四川不相上下，就可以知道说他在新北市得到蛮多人的认同。那相较之下，李四川过去打着这个副市长名号，或者是这个公务出身，可是光是一个我们内湖的淹水，其实就破功了。为什么？因为今年4月，李四川夸而谈说，他任内让内湖的让台北市的防洪标准从78.8到88.8，结果大家都以为
我们现在的防洪已经到88.8%，结果没有，是要砸65亿，未来的5年要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根本都还没有做，也还没有达到。可是李世川已经话讲得非常满，所以光是这样的问题，李世川在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时候，到底对于我们的公务、我们的防洪或是相关的这些有没有做好？大家在检验的时候，他到新北市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考验。高雄市他也当过副市长，这一次说实话也淹水了。当然过去他也担任过副市长，现在不是他任内。可是大家就要问说，那你有这么多的经验，你现在能够做什么？你能够提出什么更好的对策？所以我觉得李世川他面临的是他过去的这些有当过副市长的地方会有一些挑战，而他能不能在新北市打出一个新的亮点或是招牌，这个我觉得大家现在看起来就是李世川好像玩不出新把戏，所以对他的新鲜感或是对他的这个支持度一直在下降。这个其实我想这个李世川市长候选人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啦，所以当然就我个人的想法，他现在在参选的是新北市市长，所以他当然不方便对台北市的为现在的建设做任何的说明了，他就认为是会。他认为他就是先把新北市长候选人的角色扮演好。那我觉得我非常支持川博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认为双北是共治。其实北北基桃就是双北就是一个生活圈，未来甚至扩大到北北基桃，这是大家都知道，这已经是很长的时间的一个做法。其实就过去就一直以来都做得很好，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那其实川博也特别提到，其实在我们立法院里面其实在新北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预算。其实新北市的预算是6都以来最少的，人均也是最少的。所以在我们立法院的时候，当时通过财划法的时候，帮这个新北市增加300多亿的预算，虽然算起来是人均还是6都最低，因为过去就是低到不得了嘛，所以增加的是已经是6都最多的。所以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全面封杀，就可以看出来民进党当时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一届立法院的席次的时候，新北市的立委只有3席，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管新北市的预算是怎么样。后来我们这一届好不容易增加到6席，所以6席的立法委员，国民党籍的非常团结，一直帮新北市争取预算。这也是李世川在讲的，说未来他要当新北市长，绝对是中央地方一条心，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预算是非常重要。那关于里长这件事情其实里长是大家都知道，里长是我们新北市政推手最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可以把所有新北市的市政推到每一个我们综合每一个新北市每一个角落，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侯友宜市长最近其实也帮不管是里长他有很多的事务费或领长的事务费，通通大幅的增加，就是希望说未来把所有的服务从我们的市长到议员甚至里长，把它下放到最基层的，让新北市的服务跟建设可以到很快速的传到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的建设还是要回到基本功不是说谁声量高谁就有可能会赢得这次新北市长的选举。刚才张志仁委员讲到说，新北市的那个人均平均分到的预算很低，这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你跟台北市比一比我记得在2020年左右呢，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数字，台北市人均如果说整个公务预算配在每一个市民16000块，假设是用这样的基础来看，新北市多少呢？8000块。就是你只隔一个桥，只隔一个水，一个河，你就一下子砍掉一半。所以说新北的资源，尤其是统筹分配税款的分配呢，你再增加怎么样增加，实在都不为过，因为你就跟旁边的一桥之隔、一水之隔，台北市就是非常的不公平嘛。好。那刚才张委员提到一个很大的关键，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蓝营很多人觉得现在川博的阵营李四川阵营呢，那个整个攻击性战斗力还不足的地方，因为非常的简单，苏巧慧她要为什么事情负责？就是为当时财划法的时候，他有没有投赞成票嘛？他有没有为你新北市的市民争取利益？他不知道跟台北市差距这么大，还整天跟在沈伯洋的后面跑，对不对？你有没有一点主张啊？其实今天面对沈伯洋这么弱的一个候选人，
苏巧慧的打法是应该要说，我新北呢，我凭什么我不如台北市？这样打才对嘛！你每天去跟着沈伯洋在那边一本正经说废话，然后把你自己品牌也没有，然后又跟着你爸爸得罪里长，你这个选举到底要怎么选呢？我提一下哈，这个苏巧慧如果跟沈伯洋在一起，那对他是灾难哦。不要忘了，沈伯洋现在给人家感觉就是对市政一无所知。我举个例子，我的选区万芳医院20几年前就已经是医学中心了，他居然说我要把它 upgrade 变医学中心，然后被人家抓到以后还硬凹说我是讲比较好的医学中心，那也就是现在医学中心现在望医不好吗？有很多奖啊，王慧得很多奖，对不对？这个东西他望医也得很多奖啊，而且是台北医